溪流、虫鸣、花香，以及蓝色的天空，永远不会让人感到疲倦。大自然是最好的心理医生，有些事去自然里就懂了。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交更多的发生在网络，人们来不及感受鸟语花香，草长莺飞。露营成为年轻人向往的生活社交方式，他们渴望与自然为邻友，呼吸本该拥有的自由空气，给忙碌的生活一个短暂的留白。为此，珊瑚海帐篷俱乐部宣布成立，3人3地，6组特别订单，主理人们将用自己的成熟、恐龙老师，冷静、充沛的精力，给客人们带来欢乐。我累了，我也累了。他们也将跟客人一起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那个海浪好大，在山野间享受野炊的乐趣。今儿来啦，这个吃了会灰呀。找寻久违的仪式感，见证人生的重要阶段。毕业快乐！敞开心扉，在星光下彻夜长谈。这2年以内，我觉得今天最有意义。倾听不同的故事，开解彼此的烦恼，获得志同道合的治愈力量。如果你一直骂孩子，他不会停止爱你，但是他会停止爱自己。我还想要像你这样的朋友。主理人在帐篷营地等待大家到来，回归自然，找寻自我。帐篷营业中，烦恼都清空。Hello，嗨，有人吗？行色匆匆的人们，咱们现在在露营啊，想不想一起来玩啊？来呀！Come on！ 方便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吗？依令， Ellen， 你们可以叫我米娅。妈呀，米娅！生和活放在一起才是为了自己呀，米娅，你今天就别上班来玩。对呀，我说来，我们一起轮。问一下我老板同不同意呀？没有时间，我们要上班呀。但是我要去打工哎。哎，你先别走，你要不要来玩？回心转意了，就来找我们导演组聊一聊。救命！哥哥们在干嘛？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半小时前。I bleed the color of a rose, 'cause I need a way to let you know how I feel. I feel when you say you don't love who 好狼狈啊！好，我放弃了，不行，我也放弃了。不 OK。都想要个帅气的出场方式，你们非得要搞这样子。哇，我以为我的体力可以撑到那边呢。哎，你都多大的人了？这里是啥口音？廣東啊，講廣東話啦。廣東話，廣東話。呢度好舒服嘅。哇，好美嘅，好漂亮嘅。係真係，哎呀，真舒服嘅。咱们先把箱子放旁边吧，就放那个帐篷旁边了。那咱们边走边逛吗？哇，心情都不一样，真的。哦，你看那一个地方也很不错，看海耶。哦。
这里就是有美汁园了，好多口味啊。这是你的区域啊，做饭区域啊，你看设备太齐全了，不适合我。有足球哎，我可是进过球的人。这个泡泡区非常公主啊。大海，努力奋斗，发财！哥哥们，哎，我不认识你啊，你是？我是你们的送货员。送货员啊，你好。这里有你们的一封信。好，来，让我们朗诵一下。接下来的几天，3位主理人将迎来各类不同的客人组合，有亲子聚会、青年交友，还有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们。同时，营地还会定期举办员工培训、员工休息日等活动。具体要做些什么，当天看订单揭晓。但是今天的客人需要由你们自己邀请。距这里200公里外是被誉为广州城市客厅的花城广场，你们将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视频连线，用最大的热情邀请他们来海边露营，带领他们度过放松与快乐的一天。自愿参加的人会有神秘嘉宾护送。哦，谁呢？这个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迎着春风，面朝大海，送来一张来自大自然的门票，获得再出发的力量。祝你们任务成功！签收人，一棵树。哎，你后面还有哦，我们要签字儿。对，接受这份订单就签字儿。你这样，你是小美，我是小芝，我是小圆，美汁园吗？你小芝有点东西呀、来吧，哥们，这是给你们货物。嚯，这还有这么多的美汁园果汁气泡饮啊！哎呦喂，哎，你看看啊，这个含真正的果汁在里面，而且零糖、零脂肪，喝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你看看，天天能喝到这么美味的美汁园果汁气泡饮，那这主理人当的那是不是干劲十足啊？舒服。在开始之前，我们干个杯，互相加油打个气，来，好吧？预祝今天的订单顺利完成，干杯！啊，果汁加气泡，这口感确实自然清爽，清爽。好，那我们先去直播，你们去吧。好，拜拜拜，再见。好，拜拜，拜拜。真的是小 case，小意思。我们抓紧时间，快速直播吧。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吗 ？Hello， 嗨，有人吗？有人吗？嗨，有人吗？有人吗？金色匆匆的人们，他回头了，他回头了，有人回头，哎，你好，干什么？哎，你好，别走，先别走，来一个人嘛，来呀！你们好，这没有人听我们，看看我们，他回头了，有人回头，哎，你好，背包的那个朋友，你别走，就是你。后面再看我们的3位朋友，不用再看，可以过来聊一聊吗？远方的朋友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先别，嗨！哎，有人，你好 ，Hello， 哎，别走，不用走，你好，哎，这位美女，你可以看到吗，美女？能看到，你们是真的吗？我们是真的呀。你好，我是王彦新。你好，我是陆虎。我是张远。哦，你们不是6个人吗？明白了，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是不在。不喜欢。哦，那你先走吧。哦，没，开玩笑，你们3个我也很喜欢。你是要去上班吗？对呀。你想出来玩吗？真的假的？你们要干嘛？
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心里需要一次释放，对，然后你觉得好久也没有出来旅行或散心了，你就可以就是过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玩。然后你下午要还有事儿的话呢，我们有2班车，还可以走，6点一班，8点一班。你看，只要不耽误你的事儿，你想来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我们这边随时欢迎你。想不想一起来玩啊？啊，那我那我们这。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你先走啊！哎，不是，你别走啊，去填个表嘛。那我走了。哎，来，这有个女孩，你好，远方的朋友，你好。10点钟有一个班车，你上车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海边玩。你想过来玩吗？啊，认真的吗？认真的哦，认真的。但是我是来上班的耶。那你想来玩吗？我想啊，但是我方案没做完。我们这里有大海，有营地，有帐篷。没有时间，我们要上班呀。问一下我老板同不同意啊？但是我要去打工哎。没事，反正就是如果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算了。对，您先忙您的。是。真的是小 case， 小意思。看来大家都挺忙的。我还要出差，下午有课，下午有事。要想在上班路上截胡，看来并不容易。第一份订单难度超乎想象，哥哥们赶紧想想办法吧。我们有可能唱。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好，活该，眼中要有个交代，活该，当初不应该那样离开。当我唱起那熟悉的老歌，是否你也想起那年的夏天？他们走了。哎呦！姐妹，快！姐妹你好，姐妹好。我很喜欢你们，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我从蘑菇屋一直看到《快乐再出发2》，然后一直都有在关注你们的综艺、你们的舞台，大家一定要加油，老北北们冲啊！谢谢，我要去上班了，再见。哎，说就走了，还敢说就走了。兄弟们，咱们接着唱吧。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一个人可能晚婚，可能不结婚。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后边观望的人还挺多的。对，来，这有个女孩，你好。Hello， 你们好，看得到吗？哎呦，又来了2位姐妹，穿毛衣的男士。哎，又来了一个，哎，你好。这个活动就是送你一张通往大自然的门票，就是想让大家疯狂一次。哎，我们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疯狂的小旅行。咱们有一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叫做管他呢，别的事儿管他呢，就给让自己放纵一次，好不好？他有没有可能管他呢？他这个工作就丢人，那也不能管，也不能管他了。就是你在可以管他的这个情况下，可以管他了啊，对，好吧。我可能得跟我领导汇报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时间，但我不能确定。就看出来他想来吧，你直接找导演填表吧，好不好？哎，你好，你怎么称呼呀？依琳，多么的舒服的很，快来吧，舒服的很。您是做婚礼策划。哎，我们这儿有一个，感谢你，对，是。
我跟你讲，甚至你来了之后，演员作为现在业内最牛的婚庆歌手，可以帮你录一个那种叫做10条 ID。哎，他会放我。大家好，我是张远，在这里祝新婚快乐。也请大家相信婚庆公司的实力。我的名字叫 Mia，MIA， 你们可以叫我 Mia。妈咪呀！你今天就别上班来玩。对呀，就是很凑巧，今天其实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生日，是我30岁的生日。Oh my 1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录一个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e 呀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哎，你好，你怎么称呼呀？我叫安安。我叫赵森，你们可以叫我森森。森森，哦，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让我好安生呢，好安生，好安生，很安生呢，很安生。你知道，在这个地方让人更安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对，我做广告。我可以帮你想想你的广告音乐。哎，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很会打广告的。对，你说不定最后连代言人都能找到。对呀。谁？啊，想一下，考虑一下啊。好，我们旁边应该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找他领个表，填个表就可以来。好，跟你具体沟通一下。没问题啊。哦，你知道你今天你的衣服在哪儿拍照最好看吗？在海边。你快看看我们身后吧。您是从事音乐工作的是吧？这个吉他去那个保养那个吉他，能够来海边弹吉他，你想不想来玩嘛？我们这边电脑也有，下个软件的事儿，你在这儿也能做。我们是上班的途中看到打完卡就冲下来了。你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为了你而办的。我们拍个合照。Come on！ 哎呀，我嗓子已经哑了。哎呀，那咱们先结束直播，去那边帮客人们准备点吃的喝的吧。我们喝一口再走吧。走吧。没看着有人呢，不是吗？不是啊。效果文化呀，实非良人。你们公司每次出事，我们公司的纪检委都会找我谈话。你再火的男明星，只要没有编制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枝花。我赵技术员，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我想来，但我不想扣钱呢。一个幽默女硕士。像我这种不结婚也不上班，每天给人讲笑话的人，本身就是个笑话。人家的关键词都是工作稳定、温柔体贴啥的，我爸妈给我写的是一个30岁的幽默女硕士。那你现在在忙啥呢，赵姐？上班。偶尔也出来接活儿。今天这不就偶尔出来？本来不是，今天是周五，我请假过来的。我之前有的时候周五会开一个复盘的，然后周一再开一个，比如选题会什么的。哇，以前每天都写日报。我现在写周报。就是业务不行的时候就开始抓日报，抓考勤。我的周报都写得很华丽。哇！但你教我周报写非常简洁。我有1什么项目已完成，2什么项目进行中。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行，我不能教你，我工作时间才1年半呢。但是我的周报写得很华丽，我告诉了我多么辛苦的完成了这个，中间崩溃了多少次，九死一生才干完的。这个工作除了我，没有人能干得了。真行，难怪你只工作了1年。招手了，我马上就起立。哎呀，那个是艺术家吧？那好音乐，怎么有人上班会拎着吉他 ？Hello， 请进。Hello， 请进。哇塞，真的是哇塞，真的是赵小慧。我给你录下吗？嗨，赵姐你好。你好。再见，
这还有个姐呢。啊，谢谢。不是啊，对不起，那边，你好。堂姐，堂姐，我们做事吗？给我俩礼物，我可以录上吗？那么近呀，好紧张。我看过你的现场，我还没有看过你的现场，就先见到了你。我很想看你的现场。你们都干嘛去了？我看了，未来都会要去看现场。我们两个今天是美之源邀请我们来的打工人护送员，对，我是今天的护送员小赵小慧，欢迎！我是今天的护送员小唐香玉，欢迎！然后我们先点个名儿，看看大家都齐了没？对，米娅，哎，米娅我认出了，陈志 ，Hello， 眼镜，陈志。安哪一位啊 ？Hello， 依恋，对，咱俩还得练，依恋，森是吧？森，胡概念艺术家，我他太带劲了，看就是艺术家，我就没见过有人在上班拎吉他的。你是真的去工作吗？我是去休那个请假去。啊，你本来已经是请假了嘛？哦，对，我上班可以在家办公。真方便。他的职业就是概念艺术家。概念艺术家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游戏里的 concept artist。比如说我们要在纽约里要做一个未来的纽约，那你有很多概念，未来的纽约的停车场啊、椅子啊，然后你要画图，要写剧本啊。要去写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呢？是什么意思啊？听懂了吗？啊，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啊？哎，你们从来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骗局吗？就跟着节目组的，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有律师。刚才那个反诈民警也过来确认过。反诈。那今天怎么跟老板说呀？就是会不会太荒谬了？这个，哎，那律师你是怎么请假的？我就是偷溜出来的，回去就被开除了。没有了，我就说我要参加节目，他们都不会信的。要参加节目，所以我要放4月份的那个片给他们看，他们才会相信我。那你4月可能就已经没有工作了呀。对，4月份我再回去上班，歇半个月。那你们今天不会一直记挂着工作什么的吗？微信已经卸了。你是真不想转正啊？哎，你们有没有之前有过这种突然就出去旅行或者做一件说走就走吗？好像没有这么突然。对，贵州到海边，去吃海鲜吗？去看海，做饭，享受大自然，脱离钢铁森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应该是人生很难忘的一次经历。真的到海边了，真的太神奇了！哇，看到海浪了！哇，那个海浪好大！真的有营地哎！到了！哦，到了！风景很好，大家去看海吧。我们可以先到后那边。没有哥哥呀？哪里了？各位打工人里边请！各位打工人里边请！ Hello， 嗨，你们好啊！辛苦了，好可爱！为什么这么可爱？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帐篷营业中。Hello， 胡哥好。哎，小慧，哎，好久不见，胡哥。哎呀，怎么是你啊？怎么是你？哎呀，好久不见，你怎么变好看了？这个也是你的劲敌呀、春晚刚回来的。仅仅排在小亮哥的前面，我们的节目。哎呦，你看看。来，正好8个位置，大家随便坐了，随便坐，随便喝。坐，这边还可以坐4个。哎呀，歇会儿，先歇会儿，歇会儿。哇，这样看，其实大家工作都非常迥异哦。对啊，陈志是吧？对，律师，实习律师。米娅是同声翻译官和音乐人。嗯，这安安呢？对，做广告的。哎呀，森，对，程序员，对。下一位男生怎么称呼？胡，游戏设计师。哎，你要不要说一个你设计过的，就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游戏？对，我想要能说是哪个？什么游戏是不能说？因为有些保密的，有保密的，比如说什么。厉害！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工作哦，他也是搞音乐，有签约的公司。摩登天空的。厉害！哎，怎么称呼？唐香玉。对，现在是全职脱口秀演员了。现在脱口秀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是吗？你就苟活嘛，就可以。你这话有什么？我们行业还是很大的。其实也是义无反顾的奔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对。下一位是依令，婚礼策划做了8年多。对。哇，那就是你做了那么久的婚礼策划，就是对婚礼还有很美好的向往吗？对，我觉得婚礼还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对于正常普通人来说，婚礼那一天是唯一一次你能当男女主角的机会。然后以你们的名义把爱你们爱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做婚礼的初心。哇，对。啊，这要鼓个掌啊！真是，哎，你要不要考虑策划一下？让也练聊聊天，就参考。咱们那儿贵吗？不贵。那王也行以后还有这个需求吗？不是，算了。再说。我觉得，哎，大家故事都很丰富，待会儿可以有好多可以聊的。对啊，大家其实要不一起玩游戏嘛？今天说了是让大家来解压，来海边肯定让自己放纵一次。好嘞，好 ，OK。解压游戏，哥哥们认为的解压游戏是什么呢？这个好玩啊！站不起来了。哎，这个还蛮解压的。没错，泡泡球就是一个社牛凹社恐都完美适配的破冰游戏。有泡泡球的存在，无论是尴尬的咧嘴，还是大笑的扭曲，都会被这份 Q 弹包裹，特别适合职场压力大的打工人们。来都来了，就尽情享受这份快乐吧。好，我们现在就是分组了。那我跟师姐你可以吗？好，可以。那就咱俩吧，堂姐保护我。这么积极主动，平时压力肯定很大吧？啊，男生走向另一位女生。哦，他们在混战。哇，好刺激啊！哎，出现了，厉害！怎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小慧，不要放弃抵抗！哎呀，哎，小慧倒了，漂亮！快！怎么发生什么了？你先起来，起不来了。来，路，我帮他站起来。
完全起不来呀！哎，我转一手。哎呦不行！小慧，你有没有一点下肢力量？这好好笑。这怎么搞啊？我起来了！你的啊！而我又做错了什么？光站起来就花尽了所有的力气。小慧会不会战胜这位男生？逃避是职场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他在躲，他在说咱躲。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有人逃避，就有人主动出击。来，给他点劲儿！咱们主打一个参与感。我退。更有人不惧压力，迎难而上。这个高个男生肯定猛。哇，好激烈！但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哇，陈志没有输哎！也有人喜欢挑战，认为势均力敌才有趣。你帮他选，两个都给你。哦，你说的哦，你说的哦。表哥啊，我们先把那个男的搞出去，再玩怒火。我们先把那个男的搞出去，再玩怒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不太可取了。如果工作让你烦恼，希望这个游戏能带给你片刻的轻松。陈志快跑！往往小欢乐也会蕴藏着大能量，帮我们满血复活。真的是太爽了，我很喜欢今天这个体验。所有的体验都是新鲜的，虽然很累了，但还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哎呀，这个太漂亮了吧！这个太漂亮了，世外桃源。哇，那个海浪好大，这个沙子好软。哎，站在这儿心情都不一样，真的特别想喊出来心里的一些话。大家要不一起把自己的烦恼写在沙滩上，让海浪带走它？可以。那要是冲不走怎么办呢？你们都写啥？我参考参考。写啥？我也还没有想好。你已经下笔了，但是我的财务自由我是很想写。哎，财务自由写了给冲了不就没了吗？是的。那我应该写什么？啊，我知道了，贫穷。冲走压力，加班，冲走加班。看看大家都写的什么，就写了2个字：烦恼。所有的烦恼，拜拜。你写的是啥呀？小气的老板。冲走了我的老板。小心呐，小心呐，浪要过来了。哇，你看你们的烦恼被冲走了。拜拜。哦，不要再让我回老家了。为什么呢？就老让回老家嘛，找一个工作哦，待在他们我明白。身边。但我现在才刚刚找到我想做的事情，我才开始快乐。就是劝你回老家的人，你现在这么快乐，难道不重要吗？不重要的。我懂，其实就是爸妈只担心你稳不稳定。对。哎，让我回老家，让我回家。让我回老家了，你快看一下这，变成了让我回老家。哎呀，为什么大海啊？
什么意思呢？大海，你是什么意思呢？啊？大海说：“我回老家了。”我今天冲不掉，我就不走了，我就。那今天必须得让大海带走你的哀愁。对对。哎，这个行，这个行，这个浪好。如果大海能够带走。哎呀，就差一点呐，还是让你回老家。哎呦喂！哎，这个现在是有点像停止的止。只让我回老家呀？哦不，止住让你回老家这件事情，不用硬掰。我已经很努力了，也很努力，我知道。这海是不是我爸妈承包的？我想了一下，是不是设置的？哎！如果大海能够，我让回老家了。回去吧，这片海要是你爸妈承包的，你就回老家吧，可以回老家了，挺好的。这就是我的老家呀。对呀，你快乐老家呀。怎么回事啊？哎，这个这海我承认，这海我的。不回来！祝你脱口秀事业越来越好！我们要去到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你的脱口秀。谢谢大海。3、2、1，我的愿望是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团队，这甚至比我在做什么还要重要。希望以后能够少加班，然后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希望大家的压力真的能小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好，回营地吃饭。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帐篷营业中”，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入座吧，咱吃饭。哇，这是什么？不会是海鲜吧？哇，这个可以哦。哦哟，油爆虾哦。哇，这个一看就好吃。你看看。吃之前大家碰个杯吧，拿我们的美汁源。为了这次相聚啊，干杯！哎，那这就开始吃吧。先吃，我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啊。这米饭真不错。就是你们驱车3个小时来到这里，是的，挺辛苦的，好吧？以及是一个无限的信任，真的，就是不知道要去哪儿，干啥就上了，就上了贼船了啊！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在这里展开聊聊。不想回老家，咱们展开说说吧。就是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困扰这么大，深恶痛绝的，就是大海都冲不走。首先呢，我知道父母肯定是对孩子好的嘛。但是他对你的好吗？我认为是目前在他的认知的范围内，认为这个是好的，是安全的，对吧？但是孩子见到更好的世界了，我回不来了，我已经回不来了。虽然我在那个大城市，你说租一个很狭小的房子，有时候我坐1个半小时的地铁去讲开放麦，讲5分钟，但是这个精神愉悦是无可取代的。非常懂。对，这比我吃了一顿大餐啊，我旅了一个游是。可能还会要愉悦很多。对于有些人来说啊，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很喜欢的段子，我在路上我甚至拉着个陌生人，我说我跟你讲，我写了个段子，你想听一下吗？哇，很唐突哎，跟今天早上哥哥拦我们是一样的。
我其实特别不怕什么村口啊、吃席啊那种场合。其实我这个年龄，比如说没有男朋友、没有工作的话，不太适合去那种场合，因为会被围攻的。但是我是反客为主的，哪人多我往哪里去，因为我要分享我刚写的他们的段子。他们的段子。我说我刚写了一套吐槽你们的段子，想不想听一下呢？哎，想听一段。哎，这样，我们仨现在就是村口的那几个人。哎，那个小鱼呀，年纪不小了，还不找男朋友，哎，这妈的30了还没。是啊，想到这个不行。做饭不会。他来了，哎，人来了，人了。呀，相遇啊，都在这呢。哎呀，相遇啊，哎呀，回来了，呀，又变漂亮了。没有，回来了。不会是在说我的吧？没有。没说我，那我说说你们吧，好不好呀？为啥呢？我们有什么了？你们去年说我那些，我又把今年加工了一下，就是编成那种笑话，就给你们讲讲吧。那愿闻其详。那我就想说一说咱去年一起去吃席，刚上了菜一口没吃，你们就打包的事儿呢。呀，那你这说的是我呀？就是我想问一下，就用塑料袋更好吃是吗？哎呀，那这是你呀，你得把那鱼都带塑料袋里，不卫生。塑料袋里，我早就说了带铁盒过去，他非得让我拿塑料袋也不环保。啊，你先说，对不起。我们的相亲没有你这么有梗，其实。你不应该出现在我们村里面。我是咱们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其实说的最过分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找不到婆家嘛。谁说一定要找婆家呢？对，我就遇到了就找，遇不到那就自由嘛，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其实不回老家的话，我就会少很多的这些压力啊，确实。其实说实话，我爸妈非但是不支持脱口秀，也不支持我之前在大厂的工作的，因为他更希望我回老家选择那个有编制的稳定的一个工作，因为很多父母都是这样想的嘛，最起码他是稳妥的。哎，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体制内的，但是比谁都知道体制内有多好。这邪了门了哈！他就问我，这个适不适合你？我说适合你。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我回家，他就是去拜一拜，求了一个符纸，烧掉，放到杯子里让我喝掉，喝完你就安分了。大师有编制是咋的？大师给这建议。一个自由职业者劝另外一个自由职业者安分一点，还挺好喝的，一个咖啡的味道。就是隔壁打了一个拿铁过来。就是喝完一杯，我说怎么不太管用啊？然后他说那你要不再喝一杯？然后我妈，你知道刚刚那会儿说啥吗？我妈就坐不住了，她说大师，这个多喝要加钱吗？这不是段子吗？啊，还有这么荒谬的事情，这个啊，哎，这个我给拍灯。哇，还有这么荒谬的太好了，这个其实我很爱我家乡的山清水秀的，回家你说骑个小电动，对吧？多开心呀！但是回去之后你就面临着这些东西。就我觉得我听香玉的分享特别有同感，在大城市人们之间会更有距离感，会更有边界感，大家不会过多的去跨过那一条应有的分寸或者说边界去干扰到你的私人生活，所以我们大部分在大城市会活得更加自在一点。对，我爸我妈以前也是很传统的，就是一直是担心我。这是一个父母他与生俱来会做的事情，以及你不可避免的他会这么想。对，就是我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就是让他知道我真的很快乐。因为我有些年有一些作品，我爸妈说，哎，在我们县精品店听到了，就是哪怕我不是大明星。我只要有一个小的 live house， 我可以唱歌，有10个人为我而来，有20个人为我而来，有200个人为我而来。现在你票都秒售罄了，我那这
但我想说的是，我爸爸妈妈从知道我在那一刻，哪怕是我的生活很窘迫，我也很快乐的那一刻，他相信了我是真的快乐。你信不信，爸妈此时此刻有可能不相信你是真的快乐？他们认为我的笑只是我的保护色。你看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唱不了。所以说，你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接下来比较棘手的事情。对。那小慧，你怎么没有像香玉这样就想说就做脱口秀？因为你人气其实挺高的。我想过，我失业的那段时间就想了，但是就很焦虑，因为那个演出它不是固定的，因为那段时间。我明白。所以你心里就没底嘛。就是你春晚上完之后，老板有没有给你发个奖金或者说加薪？我上完春晚以后，老板发条朋友圈说，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计算年终奖的方式很复杂，所以要等到2月底发放。现在已经3月初了，我的年终奖还没有到账，等什么？你在等什么？你在等什么？你在等你自己上春晚吗？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年终奖这种东西，它不是大家都会发的吗？对。但是如果假如我个人非常想加薪就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聊，先拿离职威胁他。哇！我上一次换工作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不能用离职威胁的，因为如果你说好你要离职的话，不管你只要说这句话，你就肯定要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分手一样，不要轻易说。你说了之后，就算哪怕还在一起，可能有芥蒂了，有裂痕哈。就是没有这个心思的话，不要提。但是我看到我自己的上司的一个工作跟生活的状态，可能不是未来5年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还是要辞职。但是我是有目标的去辞职的，然后就去看图书馆，看婚礼策划相关的书，然后去接触这个行业的人，然后上了我现在这家婚庆公司的培训班，然后就留下来。哦，那还有一个目标在的，其实是那还好。对。我觉得有一个小游戏想跟大家一起玩一玩。不然你看，这是一个手鼓啊，开个玩笑，它不是，神经病。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咱们可以多念一下，挑出最感兴趣的，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我们传阅一下。我这个是。你的工作能干一辈子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一辈子工作？说得好啊！对呀，说得好。为什么要干一辈子的工作？为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谁要一辈子工作呀？现在工作就是为了以后不工作呀！真的是，真的是。我很热爱工作，上班有五险一金，有人跟你吃饭聊天，喝个咖啡。干了一份爸妈觉得帅，游戏概念艺术家牛。如果你说我是个搞摇滚乐队的，没钱，有五险一金，失业不怕，病了也不怕，又给我提供了面子，又给我提供不错的收入，又认识了很多朋友。我没了工作，我做不了这么好的音乐，有很多的感触的。哇！真的，我也不够稳重。刚那个撕那个什么一辈子工作那个条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个小丑。有没有可能他的工作也让他觉得很愉悦？工作跟工作是不一样的我就喜欢上班。我这个觉得挺挑事儿，但挺好玩的。在职场上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工作伙伴？那3位哥哥先说说呗。那3位哥哥中的哥哥先说说呗。那行了，再接娃娃。玩意儿呢？我最喜欢的工作伙伴都在身边了呀，是不是？哎呦喂！我说一个吧。你先说一个。我不喜欢赚的比我多的人。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不是准确讲就是赚的比我多，但是能力不如我的人，德不配位的人。我们经常就是讲那个歌手什么玩意儿，出场费那么高？谁呀？我很好奇，太多了那歌。
我不太喜欢那种情商过于高，高到甚至高出了原本的工作能力。那也是一种能力啊。哦，那也是吧，哎呀，哎，就懊恼，就是咱学不了他那个嘛，就是很会向上管理啊，然后最终他可能会获得跟你一样的成绩，比如说拿了同一个项目的奖，但是我就想，你什么档次跟我拿同样的奖？气不过，真的是。我就是又不懂又要指导又要指导的，那不就甲方吗？那就是有一些甲方，他好像就是这个职位，他就要挑点毛病，他挑完毛病，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啊。你说，比如说这个音乐，我觉得可以再磅礴一点。那你就请庞博来就好了。哦，那可以再磅礴一点。我觉得你这个不够出奇制胜。哎呦，可以。要徐志胜啊，是吧？啊。哎呀，可能就是我把那个文件后边加了个括号 B 啊，过去一听，这次大气多了，很磅礴。出奇制胜。我有一次客户就是说，你要突出什么什么这几个点，你要再突出一下，然后我把那几个点标黑了，然后就过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既然这么美好，我们用音乐来总结。你说我们3个人唱那么多歌了，呼呼啊，你要是总结今天这样的一个晚上，你会用一首什么样你的作品？对。来总结这样的一个晚上，就或者你这个当下心情最想唱的歌也可以。对。上个月写的，我很喜欢的。哎，把吉他拿来。来。期待。你说你是闪电，是空中影楼，所有怕黑的蝴蝶都藏在里面。只要我们乘过的船和车，没有目的，只有风景。那么即便巴黎整个都被看光了，也没关系。谢谢大家。哇，真的就像我们今天这种特别荒谬的相遇一样，没有目的，只有风景。我今天。刚好呢，今天是米娅的生日，不如我们今天来一个最特别的生日快乐。来，虎虎拿来。试试看啊。哇，很高兴，很荣幸。很高兴，很荣幸。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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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 to you. 祝你今天快乐和明天快乐，希望你天天快乐，每天开心。此时此刻我们相遇之后，是不是你最特别的一个生日？是的。祝你每天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Mia, Happy birthday。非常高兴能够在30岁生日的这一天，跟这么多陌生且有趣的灵魂来一场这么美妙的邂逅。我们一起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还有音乐相伴，就很解压。谢谢大家。
今天最解压、最放松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弹吉他的时候。哇，那个画面好美啊，特别的美好，也特别的解压。Hello， 就是希望他们逃离城市，然后放松一下自己。来了之后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想躺着就躺着，想玩就玩。烦恼写在沙滩上，让海浪带走它。倾听更多人的故事，让自己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然后今后可能对于我的创作也好，对于我的打工之路也好，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逃离城市计划圆满完成。今天啊，我们请客，快乐不打烊。噔噔噔，哎，给朋友们写一点祝福吧。希望大家都交最高级别的社保和公积金，工作满意远大于烦恼。想对刚刚踏入职场的你来说，事业有成了再躺平吧。我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自信，要相信自己啊，不要轻易给自己的人生设限。